大家好，我係貓哥啦。咁呢，就，即係俾你即係講中咗啦。咁其實一完咗個 show 呢，咁我就已經又病咗啦。咁但係而家把聲呢，依然都係要繼續去嘅。咁但係就盡量講啦。嗱，咁其實呢個車仔展呢，就已經曲終人散咗啦。咁接下來嘅當然就係同大家去開一系列嘅開箱啦。咁今次頭炮呢，當然就係 Inno 今次喺展會入面嘅一個限定商品啦，F40嘅 Liberty Walk 啦。咁今日咧，我哋就會一齊嚟睇下呢一部車嘅一啲整體結構入各樣嘢啦，仲有啲咩細節啦。咁事不宜遲啦，開始啦！記得開始之前 CLS 我啦。LB 嘅主理人咧，加藤先生咧，憑住佢獨特嘅改裝風格啦，以及一個豪放嘅改裝眼光啦，喺沙板以及各樣細節上面咧，都盡量去突顯車身嘅本身之餘咧，亦都令到視覺效果咧有一個無限嘅擴張啦，令大家都眼前一亮嘅。更加喺好短嘅時間裏邊咧，已經收復咗全球嘅車迷啦。憑住佢穩定出色嘅技術啦，以及將空氣動力學以及視覺感受衝擊咧帶到極致嘅。正當呢個東京汽車展2023啦，咁大家都估緊加藤先生會做緊咩車嘅時候呢，佢突然之間打破咗傳統啦，用上咗法拉利嘅 F40啦，咁就拋棄咗過往嘅嗰種拋沙板嘅感覺啦，用上咗呢個 LB Silhouette Works 嘅呢個 GT 啦，呢個系列嘅，將呢架車咧去重新演繹嘅一個東洋文化嘅極致藝術啦。亦都講多少少啦，車頭嘅部分咧，亦都用上咗新嘅冷卻板啊，以及盡量將車身去降低以及擴闊啦。令大家有一種感覺係好似當年嘅 FIA Group B 嘅嗰種競技感覺嘅。咁好啦，我哋睇一睇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咁我哋睇咗成部車啦。咁其實咧，一開始大家會問我啦，點解唔甩個板出嚟？咁其實咧，先講一講今次喺車嘅一個飾件盒上面嘅一個表達先啦。咁其實咧，呢一個設計咧係參照翻當時東京汽車展入面咧嗰一個設計嚟嘅。咁其實我覺得佢呢一個感覺咧，令到整體嘅質感上面咧，的而且確提升咗唔少啦，令到整體嘅完成度咧亦都高咗好多嘅。上面咧佈滿咗塗鴉啦，以及用咗一個鐵板嘅質感啦，大家可以從反光位置可以清晰見到，而且咧佢呢一個花紋咧亦都相當之唔錯啦。咁我自己就比較上中意嘅。好啦，我哋而家咧就甩塊板出嚟睇下成架車咯。好啦，咁而家咧就睇到部車嘅主題啦。咁其實咧整體先從一個噴塗嘅塗裝上面講先啦。今次嘅車身採用咗一個全燒光嘅光澤黑啦，咁整體嚟講咧，平順度以及一個車體嘅骨架線條嚟講咧，亦都相當之唔錯嘅。今次咧冇因為呢一隻燒光咧而犧牲咗佢車本體嘅嗰種線條，佢喺刻畫上面咧亦都相當之唔錯嘅。車鈴嘅表達咧亦都豐富啦，佢有多層次嘅感覺啦，尾翼亦都值得一讚啦。咁咧我哋咧又會由頭講到落尾嘅。咁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先。好啦，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先。咁其實咧，對比起翻真車咧，今次咧喺整體嘅輪廓線條上面拿捏得非常之唔錯啦。我哋先從睇到咧頭泵把呢個 F40嘅頭泵把咧，其實咧佢最主要嘅部分咧，佢用咗兩段式嘅一個頭鏟伸延至兩邊風刀嘅一個設計啦。咁咧佢個突出度咧亦都適中嘅。咁另外值得留意嘅部分咧，當然就係佢兩邊咧嗰個所謂嘅支撐桿嘅位置啦，個幼細度非常之足夠啦。喺嗰個入氣網嘅軌面罩部分咧，亦都用上咗一個金屬 logo 啦，營造嗰個質感相當之唔錯啦。兩邊嘅呢個入氣窿嘅位置咧，亦都做到嗰種均勻度，亦都相當之唔錯嘅。咁另外值得留意嘅部分咧，當然就係呢一個兩邊嘅風刀位置啦，厚薄度亦都適中啦，以及咧佢因為佢有兩邊嘅一個少少嘅屈落去嘅感覺咧，咁喺呢一度咧，亦都可以睇得非常之清楚，唔會話兩邊有任何嘅唔平衡嘅情況啦。
好啦，咁另一樣嘢啦，當然就係嚟到其實整體嘅車頭部分咧，冇因為呢一種燒光咧而令到整體嘅呢一個線條有任何嘅流失性啦。咁其實我覺得今次咧 Inno 喺呢一個車身線條嘅刻畫上面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咁啊，另外值得留意嘅部分啦，當然就係兩邊車頭大燈嘅部分啦。佢除咗有個玻璃嘅通透度之外咧，亦都好清晰咁見到裏邊四盞嘅燈啦，非常之乾淨利落，而且附有立體感啦，咁呢個亦都值得一讚嘅。咁啊喺邊緣嘅位置啦，亦都有做到一啲窩釘嘅部分啦。咁呢啲咧亦都係睇到佢嘅細心位置喺邊一度嘅。咁我哋咧再繼續睇埋啦，關於車頭冚嘅部分啦。咁其實講翻話，今次呢一部車係冷卻版嘅部分咧，係有重新去演繹啦。咁 Inno 咧今次喺呢一個嘅網紋上面，亦都非常之銳利嘅，每一個窿咧睇得非常之立體啦，唔會話有一種失真嘅感覺啦。咁第二點咧就係兩邊嘅一個疏氣窿嘅位置啦，由於佢用上咗一個燒光嘅效果啦，咁令到佢嗰個線條流失咧係會有嘅。咁但係我發現嗰樣嘢就係佢喺呢一個位置咧並冇有任何嘅流失啦，咁呢個值得一讚啦。咁另外咧過往咧，咁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出過嗰部全碳纖嘅 GT-R 咧，咁其實佢已經好聰明地運用咗一啲銀色線咧，令到佢有一個交叉嘅立體感咧。咁呢一種技術咧運用咗喺前面嘅頭橙嘅部分咧，亦都非常之特別嘅，整體嘅車身質素非常之高啦。我自己咁睇啦。過往我拎上手咧，Inno 嘅車係唔錯嘅，咁但係咧未去到話有啲車款我拎上手會有一種話我會有種精緻嘅感覺啦。咁嚟到呢一步咧，我係有呢一種感覺嘅。嗱，另外一點咧，亦都講啦，咁佢嘅車身大細咧，亦都比較合乎翻1:64啊。因為其實都有一啲過往有啲其他牌子出過啦，咁但係嚟到 Inno 咧，咁喺個比例上面咧比較上係好啲嘅。咁最後一樣嘢啦，車拎嘅部分啦，亦都有做到類似3段式嘅夾拎設計啦。咁呢個我亦都覺得相當之唔錯。最重要係咩啊？最重要係中間呢一個快拆鎖咧，亦都係有包喺入面嘅。咁整體嘅前半部分咧，非常之高質素嘅。好啦，咁我哋又睇下車側嘅部分啦。好啦，我哋睇下車側嘅部分先啦。嗱，咁其實咧車側嘅部分咧有幾個部分我哋值得留意啦。大家睇下真車嘅圖片啦。咁其實咧整體嚟講咧係我哋值得留意嘅幾個部分啦。當然第一個部分當然係後沙板嘅部分啦。後沙板部分咧，除咗有一啲窩釘嘅位置佢係做到上色之外啦，一個半月形嘅沙板咧呢一度亦都清晰可見啦。最重要就係呢一條我哋叫做黑劃線嘅，喺呢個半月形沙板入面嘅一條黑劃線啦。大家從呢個側邊嘅位置可以睇得非常之清楚嘅。另外一點咧，當然就係車門嘅部分啦。除咗有上個色之外啦，亦都有啲凹凸嘅層次感咧，喺呢一度伸延至側裙嘅位置咧，亦都係有做得到嘅。咁呢一個位置我都覺得相當之唔錯啦。另外第三點嘅位置啦，就係車門中間嘅呢一個三角形嘅部分啦。我哋睇翻咧，其實佢個立體度咧亦都由淺至深嘅呢一個層次感咧，非常之豐富嘅。咁我自己咁睇啦，呢一個燒光咧，其實如果我相信佢之後做一個法拉利紅色咧，佢整體嘅輪廓線條會再突出得好多咯。咁但係佢喺呢一個我哋叫做唔靠顏色去拎個骨架線條嘅情況下咧，而呈現到呢一個效果咧，係相當之唔錯嘅。咁另外一點啦，車後面嘅一個我哋叫做後部分嘅位置啦，兩邊嘅一個我哋叫做入氣窿啦，將呢一個氣流咧帶動佢引擎入面做到散熱嘅效果咧，喺呢一個位置其實咧喺個弧度亦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咁睇啦，成架車嘅整體質素咧非常之高嘅。窩釘嘅位置咧，其實我自己咁睇冇諗過佢都幾閃啊。係啦，咁最後一樣嘢啦，喺尾部 F40嘅呢一個部分啦，我哋當然除咗見到呢一個印刷嘅 LB 之外啦，當然就係咧呢4塊嘅位置啦，呢4個窿位置其實係非常之麻煩嘅。我自己咁睇啦，我嚟緊咧都會做嗰部完成嘅啦，即將完成嘅一架都係 LB 嘅，咁但係咧有少少唔同啦，咁但係咧呢一個位置嘅深淺度以及闊度我呢啲坑紋嘅處理咧，其實係非常之困難。咁我喺呢一度咧就做得非常之好啦，Inno 啦。咁好啦，我哋又睇下車尾嘅部分咯喎。
好啦，我哋嚟到車尾嘅部分啦。其實首先值得留意嘅第一個部分咧，當然就係呢個升高咗嘅一個尾翼啦。佢咧亦都用翻以前過往咧，即係做啱啱都有講過話嗰個全碳纖 R34嘅嗰種銀線嘅嗰種方法啦，去呈現即碳纖紋理入面去呈現嗰一種效果啦。咁呢度其實睇得非常之清楚嘅。咁第二點咧，亦都睇到啦，喺翼嘅下面嘅呢個線條刻畫咧，佢有一塊透明嘅膠片啦。呢一度咧係有完美咁樣去還原到成件事啦，非常之唔錯啦。從側邊嘅睇咧，可以睇到佢一個升高嘅一個斜度，呢兩級嘅感覺咧係非常之立體豐富度十足嘅。咁啊，最後另一樣嘢啦，咁喺後面嘅車尾嘅表達咧，嗰四盞我哋叫做四盞嘅尾燈咧，佢嗰個入面嘅波波嗰個線條咧係非常之圓潤啦，而且嗰個顏色嘅對比度咧亦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嘅。鐵絲網嘅表達啦，雖然你哋一定會話，佢如果係鐵絲網就梗係好，但係咧有陣時候有啲嘢就係你要做到嗰個質感咧，其實即係當然你如果有石刻件就當然好啦，咁但係冇可能出現噶嘛。咁所以咧，但係亦都咁講，佢呢一種鐵絲網嘅呈現方法咧，冇令到整體嘅輪廓有任何嘅流失。咁我覺得佢呢一個位置其實拿捏得非常之好噶啦。即係你話一般嚟講咧，你話一般嚟講，如果要做，其實我睇翻我之前嗰款咧，即係係由經商做嘅，後面嘅表達咧冇呢一個咁鋭利嘅，即係透過即係日月年呢個時間咧，咁其實可以睇到嗰個技術嘅不停進步啦。咁啊，另外咧，每一粒窩釘嘅位置亦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好啦，最後啦，當然就係碳纖嘅呢一個帶動呢個氣流走嘅一個尾擾流部分啦，突出度亦都適中嘅。可以話係我自己咁睇啦，成架車嘅感覺已經係非常之足夠啦。好啦，我哋又打開內籠嘅部分同大家睇下啦。好啦，我哋嚟到內部嘅結構啦，大家睇下個內籠，其實咧不嬲 Inno 咧喺內部嘅細節上面咧真係有一手嘅。咁嚟到呢一度咧都係一覽無遺，睇得非常之清楚啦。首先要第一件事會講嘅嘢，當然就係兩個呢個LB 嘅呢張凳啦，咁喺佢立體度咧，以及一個鮮明度上面咧，係非常之乾淨利落啦。大家會見到其實佢每一格嘅菱格咧，其實佢嗰個坑紋嘅處理咧係非常之豐富啦。亦都要咁講，安全帶佢嗰個紅色咧，唔會令到同嗰個張凳咧係有一個黐地嘅感覺。從唔同嘅地方其實依然都係睇得非常之清楚啦。咁啊，另一點咧，亦都睇翻佢中控台嘅位置咧，係有做到一啲儀錶板嘅設計啦。咁呢一度咧，亦都可以細緻咁見到。當然最重要係咩啊？仲有支嗰支唔係叫水晶波棍，一支銀色嘅金屬波棍啦，可以睇得非常之清楚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當然呢個法拉利嘅引擎嘅位置啦，支撐桿嘅位置咧，亦都係鮮豔咁樣又做到之餘咧，喺引擎嘅紋理佈局上面咧，亦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啦。嗱，我自己咧，如果我再做強化咧，可能會喺其他位置再做少少上色，因為我唔知道實際嗰個色係點，但係我會對翻嗰張相去再做一啲強化啦。咁嗱，亦都咁講啦，今次呢一部車其實大家都一路追嗰部就係生鐵色啊嘛。咁但係咧，我自己咁睇啦，我反而中意冇生鐵色，因為其實咧生鐵色好容易做㗎咋，即係你話我要做嘅就好簡單，我真係自己做都做得到。咁但係我哋點樣可以去即係佢顏色上面嘅表達，反而我自己覺得佢更加之好咯。咁好啦，我哋而家合翻埋架車啦，講下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咁眾望所歸啦，咁我會俾佢9.9分嘅。咁其實呢一部車咧，整體嘅質素已經非常之高。其實大家會睇到，無論佢喺碳纖紋嘅紋理啦、支撐桿嘅大細啦，以及一啲車體嘅刻畫上面咧，亦都非常之豐富嘅。大家睇翻，其實都真係相當之唔錯。其實我冇諗過咧，Inno 今次喺呢一架車嘅演繹上面，應該係有花咗副工嘅。我自己咁睇啦，我點解俾佢爭少少唔俾滿分佢呢？其實我好想睇下佢另外一款法拉利啦。咁如果佢法拉利紅色佢做得好呢，咁真係滿分係有望嘅。希望佢之後我哋會再見到啦。咁9.9分啦，都非常之高噶啦。其實我都覺得真係做得好好啊，呢一款車。好啦，我哋去做總。好啦，咁大家呢已經睇晒成部車啦。嗱，我自己咁睇啦，
呢部車咧可以睇到今年Inno 咧今年喺各樣嘅細節上面咧都提升咗唔少啦，無論喺車身嘅整體輪廓啦，以及一啲細節上面咧亦都有強化咗。即係其實咧你可以睇到23年今年成個下半年咧，咁其實大家各大牌子咧都好努力去做一個改進嘅。咁我亦都期待其他牌子繼續啦。咁嗱，下一集咧我哋會講部咩車咧？就係Pod Race 嘅一款Stagea 啦。咁但係咧佢就同微影合作啦。咁嗰一部車咧其實就係 Set Challenger 嘅 Pluto 佢哋兩兄弟嘅一部車啦。咁有啲咩可以講下咧？咁幾得意嘅我覺得。咁所以我亦都買咗翻嚟講啦。咁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咧，希望可以俾個 like 我啦。最緊要咧就俾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啦。咁最後一樣嘢當然就係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咁大致就係咁啦。咁我哋下集見㗎咯喎，拜拜。